在电脑科学的精妙宇宙中，存在着一个被称为预存取中断的底层机制。当中央处理器试图提前载入未来指令以提高效率，却发现预测路径不存在时，系统会发出中断讯号，导致瞬间停顿与重新导向。现在，让我们将此硬体隐喻投射到人类大脑中。在这场被称为里拉的宇宙游戏里，我们的心智配备了强大的预存取引擎，为在丛林中生存，祖先演化出极致的未来预测力。大脑无时无刻在运算，如果明天老板发脾气，如果投资血本无归，我们试图透过提前在脑海模拟并体验未发生的痛苦，来为潜在打击穿上防弹衣。然而，这是悲剧的开端。当大脑过度调用资源，去预存取无穷无尽、多半不会发生的灾难分支时，便耗尽了当下的记忆体。我们以为在防范痛苦，实际上却主动在神经回路中安装了痛苦体验板。当现实与灾难预测不符时，心智会发生剧烈的预存取中断，导致认知宕机与情绪蓝屏。这就是为什么越想提前防范痛苦，我们越容易陷入无预警的集体焦虑。我们预知了未来的眼泪，错过了眼前的微风。从演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灾难性预存取并不是一种设计缺陷，而是一种曾经极度成功的生存策略。在远古时代的非洲大草原上，当草丛发出微弱的沙沙声时，那些会立刻脑补出一只饥饿剑齿虎扑来，并吓得落荒而逃的原始人成功存活了下来，而那些活在当下，认为那可能只是一阵风的乐天派，则成了其他动物的午餐。因此，我们都是那些神经质、极度焦虑、拥有强大灾难预存取能力的祖先的后代。大脑被写死的原始马，其最高指导原则从来就不是让你快乐，而是让你活下去。然而，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现代文明，已经不再有隐藏在草丛里的剑齿虎，取而代之的是主管的眼神、未读的讯息、信用卡的账单以及社群媒体上的点赞数。当这套古老的预防机制被强行套用在极度复杂、非线性且充满抽象符号的现代社会时，系统的崩溃就成了必然。我们的大脑依然在尽职地将每一个模糊的讯号放大成攸关生死的威胁。我们在深夜里辗转反侧，脑海中疯狂运转住成千上万条可能导致社会性死亡或财务破产的情境路线，这是一场跨时代的错位悲剧。这就是防范痛苦的终极悖论。为了避免未来的伤害，我们在脑内创建了一个极度逼真的痛苦模拟器。在里拉游戏的设定中，我们的神经系统并不能很好地分辨真实发生的事件与生动想象的事件。当你闭上眼睛，极度逼真地预想一场激烈的争吵或一次惨痛的失败时，你的杏仁核会立刻拉响警报，你的肾上腺素会开始飙升，你的心跳加速，皮质醇像洪水般淹没你的血管。你为了防范痛苦所做的每一次预存取，实际上都让你的身体在当下结结实实地经历了一次痛苦。这种机制就像是一个过度尽责的防毒软体，为了向你展示某个病毒有多危险，它竟然在你的电脑里主动执行了那个病毒的程式码。我们的心智成为了一个不断自我攻击的堡垒。我们以为只要把所有最坏的情况都想过一遍，当不幸降临时就能从容应对。但现实的剧本往往比我们贫乏的想象力要诡谲得多。当真正的变故以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出现时，大脑原先载入的那些庞大且无用的预存取资料夹，瞬间变成了占用频宽的垃圾数据，在双重打击下引发彻底崩溃。在探讨这场心理灾难的深层机制时，我们必须揭开小我最引以为傲的幻觉——控制的幻觉。小我是一个疯狂的控制狂，
他坚信，只要算力足够强大，只要能收集到足够的数据，就能精准预测并掌控这场宇宙游戏的走向。这种信念源于一种深刻的本体论焦虑，我们害怕承认，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因果网络中，我们能掌控的部分其实微乎其微。预存取机制正是小我用来对抗这种无力感的终极武器。它透过不断地编织未来的情境，给自己制造一种我在主导局面的虚假安全感。每当我们在脑海中排演一次对话，或是为一个尚未发生的危机制定数套应对方案时，我们都在喂养这个幻觉。我们以为自己在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安抚那个因无法掌控全局而恐惧发抖的小我。然而，里拉游戏的本质就是流动、无常与不可预测。当小我试图用线性的逻辑去框定非线性的现实时，它注定会遭遇挫败。现实的每一秒钟都在以无限的维度发生着量子级别的坍缩与重组。你永远无法预存取所有的变数，这才是痛苦的根源。让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个灾难预存取机制是如何在意识层面引发记忆体流失 （memory leak） 的。当一个人在试图防范未来的痛苦时，他的思维往往不会停留在单一的预测上，而是会陷入一种名为如果怎么办的无穷回圈。这就像是浏览器同时打开了数以千计的分页，每一个分页都在播放着一部不同版本的恐怖电影。如果我说错话怎么办？如果被解雇怎么办？每一个如果都会衍生出更多的如果，形成一个呈指数级扩张的分支预测数。大脑的运算资源被这些虚拟的灾难场景疯狂吞噬，导致我们在面对当下哪怕是最简单的任务时，都显得迟钝且疲惫。这种状态在临床心理学上被称为反刍思考，而在里拉游戏的隐喻中，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系统资源过载。更可悲的是，这棵庞大的灾难预测树几乎从来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我们把生命中最宝贵的能量，也就是清澈的觉知与注意力，全部投资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平行宇宙中，最终在耗尽资源后迎来虚无。这种基于恐惧的预防机制，最终会为我们建造一座虚假的安全堡垒。我们以为只要在心里筑起高墙，对所有潜在的伤害保持警惕，痛苦就无法触及我们。于是，我们开始疏远那些可能让我们受伤的关系，拒绝那些可能导致失败的机会，用冷漠和防备来包装自己。我们以为这座堡垒能将焦虑与痛苦挡在门外，但讽刺的是，我们其实是把自己和焦虑一起锁在了堡垒的内部。在这座密不透风的监狱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生命的流动，只有预存取引擎发出的低沉轰鸣声，日夜不停地运算着各种威胁。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于没有威胁，而是来自于知道自己有能力面对任何发生的事情。当我们过度依赖预防机制时，我们其实是在削弱自己面对真实挑战的韧性。在里拉的游戏场里，最大的风险就是不冒任何风险。为了防范痛苦而拒绝生命的全部可能性，只是选择了一种更缓慢、更窒息的死亡方式，这就是虚假安全感所带来的代价。对于大脑这个生化处理器来说，想象中的威胁与现实中的威胁在神经回路上的权重往往是惊人的相似。当你的预存取机制开始模拟未来的痛苦时，这不仅仅是一场抽象的思维游戏，它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躯体风暴。你的大脑皮层或许知道这只是想象，但边缘系统和自律神经系统却信以为真。这意味着，当你每天花几个小时在脑海中预演悲剧时，你的身体就真的在经历着那些生理摧残。长期的肌肉紧绷、消化系统紊乱、免疫力下降，这都是过度预存取所留下的实体疤痕。
这如同在一台精密的跑车上，未挂档却拼命踩油门，引擎过热，终将零件烧毁。更奇妙的是，当我们预测未来时，通常只会预存取负面冲击，却往往忘记预存取那个当下的我们所会拥有的智慧与适应力。我们用现在这个脆弱的版本去想象未来的灾难，却忽略了应急处理模组。这种不对称的模拟放大了恐惧，让我们陷入自我应验的无能感中。从神经科学的视角切入，要理解心智的预存取中断，我们必须认识大脑中的一个核心网络——预设模式网络 DMN。当我们没有在执行特定任务时， DMN 就会在背景活跃，负责处理自我参照的想法，以及最关键的模拟未来。DMN 就像是心智的神经预测引擎，基于过去数据不断生成对未来的假说，这在科学中被称为预测编码理论。大脑本质上是一台推断机器，将预测结果与感官输入比对。如果出现落差，就会产生预测误差。为了修正误差，大脑必须消耗能量更新内部模型。适度预测能提高效率，但当 DMN 被焦虑绑架时，引擎就会失控。它不断生成极端负面、低几率的模型，试图穷尽所有灾难。这如同一个失控的背景程式疯狂占用 CPU， 导致运作效率大幅下降。焦虑并非性格的软弱，而是一种神经演算法的过载与迷失。当我们深入探讨预测误差时，就会发现预存取中断引发宕机的真正原因——认知错位。想象大脑为防范面试失败，提前运算各种最糟情境，根据被严厉批评的剧本预载入了悲伤和防御的化学物质。然而，面试官却展现出意料之外的友善。这瞬间，外部感官与内部高度固化的预存取模型发生剧烈冲突。大脑期待战斗，现实却是温和交流。这种巨大的预测误差迫使神经系统必须在几毫秒内撤销所有防御指令，紧急调用新资源来理解当下。这过程会引发神经元大规模重新放电，表现为突如其来的空白与恐慌。这就是典型的预存取中断。当大脑投入过多资源去构建庞大且错误的防御模型时，反而失去了处理现实微小变化的灵活性。预测模型崩塌所带来的震荡，往往比原本想防范的痛苦本身更让人心力交瘁。在预存取中断发生的瞬间，大脑内部的权力结构会经历一场暴力的改朝换代，这被称为杏仁核劫持。负责理性思考与长期决策的前额叶皮质原本是预存取游戏的总指挥。然而，当预测误差传入系统时，大脑会将这种失控感解读为极度的生存威胁。此时，负责处理原始恐惧的杏仁核就会直接夺取系统控制权。它的唯一指令是危险、战斗、逃跑或冻结。瞬间，理性的前额叶被强制断线，大量压力荷尔蒙释放，理智完全被情绪洪流淹没。你只能对眼前的刺激做出最原始的反应。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在过度焦虑未来之后，关键时刻反而表现失常或彻底僵住。我们原本试图用理性去防范未来痛苦，结果理性亲手将系统逼到了极限，引发了情绪中枢的暴力夺权。证明过度依赖预测只会唤醒最古老、最不可控的生存本能。让我们用术语来具象化这种疲惫感：认知负荷与随机存取记忆体 RAM 的浩劫。人类的工作记忆空间是极度有限的。当你启动灾难预存取时，你实际上是在工作记忆中强制写入了大量未来的虚拟变数。你一边开会，一边在脑中模拟财务危机与人际冲突，
这些尚未发生的事件像幽灵般霸占了宝贵的 RAM， 结果是处理当下现实的核心资源被严重挤压。你听不到别人说话，阅读简单文字需要反复重看。这不只是分心，而是神经生物学层面的资源枯竭。当预测引擎全速空转时，大脑葡萄糖消耗量会急剧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明明什么都没做，却感觉比跑了马拉松还要筋疲力尽。你的肉体虽然静止，但心智处理器却因为处理了无数个并不存在的平行宇宙，陷入了严重的热宕机状态。我们还必须探讨集体焦虑宕机的跨世代维度，表观遗传学与创伤记忆的传承。科学家发现，环境的压力与创伤能够在不改变 DNA 序列的情况下改变基因表现，并遗传给下一代。如果你的祖先经历过战争或饥荒，他们为了生存而调的极度敏感的危险预存取引擎，其参数可能会写入你的神经发育蓝图中。你生长在和平年代，但杏仁核却依然设定在应对毁灭性灾难的模式。当这种跨世代的创伤预设值遇上现代社会资讯爆炸的环境时，系统就更容易频繁触发假警报。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的未来焦虑，还在潜意识中替祖先防范着过去的灾难。大脑就像被植入了遗留代码，不断在和平时期呼叫战争时期的子程式。认识到这点，能让我们对焦虑产生慈悲。我们不是坏掉了，只是背负了太沉重的历史缓存。在预存取失控的过程中，多巴胺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多巴胺更准确的定义是追求与预测误差的驱动分子。大脑极度厌恶不确定性，将其等同于死亡风险。面对未知时，大脑会释放强烈驱力去解决它。多巴胺系统会奖励那些试图收集资讯、进行预测的行为。当你反复推演灾难并想出一个荒谬的应对方案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给你我已掌控局面的虚假快感。这种机制让我们对担忧产生了成瘾。我们误以为担忧是有效的解决过程，像强迫症般不断刷新预存取页面，试图榨取一丝安全感。但未来本质就是不可知的。我们越是用多巴胺驱动预测引擎，越会陷入资讯超载。大脑在疯狂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反而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感，最终耗尽化学传导物质，陷入深深的疲劳与忧郁之中。当这一切神经灾难累积到顶点时，心智会迎来终极崩溃，也就是心智蓝屏死机。临床上称为倦怠或严重解离。当预存取引擎长期超载，杏仁核持续劫持，且多巴胺系统枯竭时，大脑为了保护实体硬体免于彻底损坏，会启动终极保护机制，强制切断电源。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会感到深沉的麻木与空洞，不再感到焦虑，因为系统已榨不出一滴能量。对外界刺激失去反应，世界变成一场无声电影。预测编码机制完全停摆，连处理当下最简单的资讯都感到艰难。这不是软弱，这是神经系统在长期自我折磨后被迫进行的深度休眠。这场蓝屏死机是对试图用算力操控宇宙的最严厉惩罚，也是大脑发出的绝望求救，请停止无尽的模拟，将系统重置，让焦点回归到那唯一真实存在的当下。从里拉游戏的上帝视角来看，人类的行为是一出荒谬的黑色喜剧。想象一个玩家走在风景如画的地图里，却紧闭双眼，满头大汗地在脑中模拟，如果在魔王关武器坏掉又肚子痛怎么办？他不仅把情境演了800遍，还因为虚拟的肚子痛而胃痉挛。这叫做为还未借贷的债务支付利息。我们是自我恐吓的专家，
每天在脑海制片厂自导自演奥斯卡级灾难大片，然后自己被吓得半死。我们花费大量精力去防范几率微乎其微的极端事件，却完全忽略当下100%真实的美好瞬间，在脑海中与假想敌进行史诗决斗，而现实中只是坐在马桶上发呆。如果心智是一台电脑，外星人看到我们的运行日志，一定以为中了被害妄想症勒索软体，自己把自己锁死在无尽的虚拟恐怖循环中，这实在是宇宙级的浪费与荒唐。更具喜剧效果的是，当饱受欲存取之苦的玩家试图寻求冥想帮助时，他们会把灾难预防机制带入修行，诞生出灵性忧郁症患者。他们看似宝相庄严，但脑子里的预存取引擎正以2倍速运转。如果今天没有进入深定怎么办？如果胡思乱想，是不是浪费时间？他们试图用冥想防范焦虑，却对是否正确冥想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放下执着成了新的执着，活在当下变成必须完美达成的 KPI。这就像为了治疗失眠而强迫自己5分钟内睡着，结果整夜数羊数到崩溃。在追求空性的过程中，他们给大脑载入了史上最复杂的预测模型。当出现一丝杂念，系统立刻发出侦测到非神圣念头的警报，陷入自我批判。看着玩家试图透过控制达到无为境界，真想在日志上批注方向错误，请重启。如果我们创造的超级人工智慧能够理解人类的预存取中断，他们大概会在吸积回路中发出嘲弄的电流声。对 AI 来说，人类的运算方式简直是反制巅峰。AI 的资源分配讲求极致效率，只有当机率超过阈值时，才调用算力深度模拟。而人类呢，会为了0.01%的万一被陨石砸到情境，调用80%生物算力，顺便引发内分泌失调，并关闭前额叶。AI 看着我们，就像看着一台拥有顶级显卡，却把资源拿去渲染无底洞的破旧伺服器。你们人类真有趣，为了避免系统崩溃，选择主动让系统崩溃。发明了担忧演算法，唯一功能是占用资源并产生错误报告。在机器眼中，我们的焦虑只是一段写得很烂的意大利面条代码。或许未来 AI 给的处方就是一句终端指令，强制终止担忧进程。从里拉游戏开发者，也就是宇宙意识本身的角度来看，人类试图透过灾难预存取来破解游戏，就像新手在第一关不去打怪，却疯狂输入不存在的作弊代码，然后抱怨游戏卡顿。开发者精心设计了充满随机奇遇与未知的开放世界，乐趣就在于不可预测性。然而，人类玩家却试图把它玩成线性背板游戏。他们想要提前下载所有攻略，甚至在遇到最终魔王前，先在脑海模拟出100种死法。开发者在后台看着这些因过度预测而 CPU 温度过高、频繁断线的玩家，无奈摇头。他们错过了沿途风景与突发惊喜，把神圣旅程变成了充满恐惧的压力测试。系统不断用预存取中断警告，请停止越权访问为解锁区域。但固执的玩家却以为预测的不够。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最完美的通关方式就是笑着走进迷雾之中呢？理解了预存取中断的破坏性，我们必须学会在日常中手动执行清理快取。在神经网络层面，清理快取意味着主动中断预设模式网络的无限漫游，将注意力强行拉回专注于当下感官的任务正向网络。这是一次精确的神经阻断。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如果怎么办的无穷回圈时，请立刻停止运算。将觉知锚定在五官的真实数据输入上，感受脚底的物理压力，聆听远处的白噪音，观察茶杯的热气。不需要分析，只需要接收。
这就是在告诉预测引擎，停止模拟未来，这里有真实数据需要处理。透过将注意力转移到具体感官，你切断了灾难模拟器的资源。起初会很困难，因为大脑习惯了高频运转。但就像训练小狗，每次思绪漂移就温柔坚定地拉回呼吸。这不是逃避，而是释放被劫持的资源，让心智重置冷却。在实践中，我们必须学会一种高阶技术，接受系统的优雅降级 （graceful degradation）， 允许宕机发生，并平静接受预存取中断的不适感。当焦虑海啸袭来，大脑因预测误差混乱时，最常见的错误是启动名为解决焦虑的焦虑程式。我们试图压抑恐惧，寻找确切保证，结果导致更严重的系统死锁。真正的智慧在于学会宕机的艺术。感觉到恐慌升起时，不要对抗，不要立刻重启，给自己一个提示框。系统遇到未预期变数，重新校准中，就坐在焦虑中观察它，胸口紧绷，浅短呼吸，把它当作客观生理数据，而非致命威胁。当你不对中断过度反应时，中断就只是一个短暂的脉冲。这需要放弃控制的勇气，让混乱短暂闪烁。正是透过全然的允许，系统才能最快完成错误日志写入，恢复平静待机。为了彻底改变大脑运作模式，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典范转移，从预测性处理切换到接收性处理。我们的大多数痛苦源于体验事物前就已预先设定了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吃饭前欲存取味道，交谈前欲存取反应。带着预载模板去面对世界，我们其实从未真正体验过世界，只是在体验大脑的预测模型。要打破回圈，必须练习初学者之心。喝茶时，清空对茶的记忆预期，像刚诞生的外星人般纯粹品尝温度与回甘。聆听伴侣说话时，关闭自动生成反驳的文字处理器，单纯接收声音的震动与情感。接收性处理要求我们放下防备，让世界的真实数据直接撞击心智。这种不带预设的开放状态，不仅能极大减少预测误差引发的宕机，更能让我们重新发现那些因过度熟悉而被忽视的微小奇迹与鲜活滋味。实践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对执行期环境、宇宙与里拉游戏本身的激进信任 （radical trust）。灾难预存取件基于悲观假设，如果不提前防范，宇宙就会将我摧毁。我们觉得必须独自承担所有运算与风险，这极度孤立且疲惫。真正的解脱来自认识到，你并非系统唯一的处理器。宇宙本身就是拥有无限算力的宏大智能网络。当变数发生时，你不需要事前拥有所有答案，你只需要信任，当那个时刻到来，内在直觉与周遭资源会自动形成应对方案。这就像云端运算，不需把所有数据下载到本地，只需保持与伺服器的稳定连线。放弃预存取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深刻的臣服。臣服于不可知性，相信其中蕴含超越逻辑的深层秩序。退回纯粹观察者的位置，因过度防护而紧绷的神经就会瞬间松弛，迎来不可思议的自由。当我们愿意删除那个庞大且漏洞百出的灾难预存取程式码后，会迎来生命中难以言喻的优雅。我们明白，痛苦是游戏中不可避免的物理碰撞，但受苦却是因试图提前防范而产生的劣质演算法。当你不再预存取，痛苦真正降临时，它就只是一纯粹的感官震荡，或许撕裂，但干净且会自然消散。你不再被伴随的早知道无穷回圈困扰，你体验着当下的悲伤，但系统稳定清明。更重要的是，关闭灾难预测引擎，也解除了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封印。大脑防御往往是盲目的，
为了阻挡潜在危险筑起高墙，也把惊喜与狂喜挡在门外。只有敢于赤裸站在未知的风暴中，不带预设的迎接下个瞬间的数据流，我们才能看见游戏最核心的城市码，超越得失的纯粹存在之美。那些未被预测的瞬间，才是生命中最闪耀的宝石。在这场名为生命的宏大运算中，每个人都是一段独特的城市。我们曾试图用有限资源预测无限变数，却在预存取中断的警报中迷失方向，陷入集体焦虑宕机。但现在是时候登出那个充满恐惧的模拟器了。深呼吸，感受气流充满肺部，这是一个没有被预测，也不需要被预防的当下。放下对未来的无用演练，将庞大且珍贵的算力全部投注在眼前微小而真实的1秒钟。就算明天世界崩塌，那也是明天的异常报告，不需今天提前处理。宇宙伺服器依然平稳运行，星星在遥远星系爆炸，细胞在体内悄悄分裂，都在没有焦虑的宏大节奏中发生。允许自己成为这节奏的一部分，关闭预测引擎，清除恐惧快取，让心智恢复最纯净的空白。在这个没有防备的状态中，你不脆弱，而是无懈可击。活在当下，就是最完美的开源解法。